中国历史上，皇帝是权力最大的人，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，他的命令可以调动100万军队，整个帝国名义上都是他的。但有一件事他很难做到，就是真正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这不是因为皇帝愚蠢，而是因为这个位置本身就在制造一道看不见的屏障。权力越大，这道屏障就越厚。皇帝不是一开始就被困住的，这道屏障是在皇权越来越集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形成的。每一道保护层都有它存在的理由。宦官替皇帝传递信息，因为他们距离皇帝最近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也掌握了信息如何被传递，如何被解释。大臣上奏折，经过层层转呈，到皇帝手里的往往已经是被筛选过的版本了。地方官汇报情况，要经过层层地方机构再进入中央，每经过一层，信息就会发生一次变化。没有人是故意要欺骗皇帝的，但每个人呢，都在用自己的利益过滤进入皇帝视野的信息。最后呢，皇帝看到的世界，是一个被所有人精心管理过的世界。这套系统越精密，皇帝越安全，但同时，他也离真实越来越远。先说唐玄宗，他的前半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。开元盛世，国力鼎盛，四方来朝。他不是昏君，他知道怎么治理国家。但正是这种成功，让他越来越相信这套系统传递给他的判断。安禄山在东北经营了10几年，势力越来越大。关于他的野心，并不是完全没有声音传到朝廷，一些警告曾经出现过，但这些警告在进入皇帝判断之前，已经被消化、被淡化，或者淹没在更多其他的声音里。信息进入了系统，却没有改变决策。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，唐玄宗震惊了，不是因为他不关心，而是因为这件事从来没有以足够清晰的方式进入过他的真实视野。他不是告诉你假的，而是让真实的变得模糊。而嘉靖皇帝面对的是另一种困境，他非常聪明，也深谙权力运行的规则，但他做了一个选择，20多年很少公开临朝，通过内阁和亲信来处理政务。他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严嵩，严嵩呢也依靠皇帝的支持维持自己的权力。但实际上，两个人都被这套权力结构困住了。嘉靖需要有人替他承担那些不想直接面对的现实，严嵩呢需要皇帝作为自己权力的来源。谁也离不开谁，谁也真正看不清谁。这是一个皇帝越来越依赖别人过滤现实，然后真实一步步离他远去的过程。崇祯皇帝是这个故事里最悲剧的一个，他勤政节俭，拼命想改变局面。他可能是明朝皇帝里最想知道真相的人。他换了50个内阁首辅，杀了11个兵部尚书，一直在找那个能告诉他真实情况的人，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。但他收到的前线战报几乎全部经过了美化。将领打了败仗，报的却是小有损失，敌军亦伤亡惨重。地方财政枯竭，报的是权力正在筹措，不日可解。崇祯相信帝国还有机会，于是继续追责，继续寻找。但那个人永远不会出现，因为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将领的能力，
而是整个系统已经无法产生真实的信息。一个人的努力无法修复一个已经失灵的系统。传说崇祯临死前留下了一句话：朕非亡国之君，诸君皆亡国之臣。这句话呢，也为这个困境最后的回响。直到生命最后，他可能仍然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。历史上有没有皇帝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并且试图解读它呢？有，雍正皇帝，他建立了密奏制度，允许特定的官员越过所有中间环节，直接向皇帝秘密汇报。他亲自批阅每一份密折，工作到深夜。他要找的不是更多的赞美和颂扬，而是未经加工的真实的情况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试图突破信息牢笼最认真的一次尝试。但这个方法带出了新的问题，而能够直接向皇帝汇报的人很快成了新的权力核心，同样开始过滤信息，只是方式更隐蔽。雍正需要更多真实，于是需要更多渠道，更多渠道又产生新一轮的过滤。这是一个靠个人意志无法打破的循环。雍正最终积劳而死，他可能是历史上最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困境的皇帝。但清醒呢，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，因为问题不在哪一个皇帝够不够努力，而在于这个结构本身。唐玄宗看不见危险的信号，嘉靖呢选择不去看，崇祯想看却已经找不到入口。雍正看见了问题，却无法打破制造问题的结构。皇帝制造了一套让所有人都无法威胁他的系统，这套系统确实有效，但同时切断了他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连接。他坐在权力的顶端，看着一个被精心管理过的世界，做着他以为正确的决定，而整个帝国就在这些决定的缝隙里慢慢走向他的结局。这不只是皇帝的问题，任何拥有权力的组织都可能面对同样的危险。当一个系统越来越擅长保护自己，却越来越难听见真实的声音，它最终保护的也许不再是它的稳定，而是它自己的幻觉。